Hello，大家好啊！上一次我们说明怎么调咖啡色，这一次我们来应用示范画美洲狮。很多动物或宠物都可以看到类似的颜色，例如说狗狗里面的柯基、柴犬，猫的花色，例如说橘猫，或者花纹比较深、比较花的玳瑁，都可以举一反三来调色。我有提供 A4 的线条档案，大家可以下载之后，像之前提到的转印方法，转换到水彩纸上。如果觉得水彩要上很多层很麻烦的话，也可以把它当做着色画。学习调色还是要动手练习，才会更好的吸收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画水彩有的时候不但要分部位画，还要分层次画。所以有的时候看别人示范水彩画，可能会有一点跟不上影片的步骤。因此，我在这里先做一个步骤大纲。我有的部位只画了1层，有的部位会做4层左右，因为想要加比较多细节，有的时候是想要调整整体的明暗。第1层主要是奠定大致的明暗，还有固有色，也就是物体本身的颜色。这时候不只会做单纯的平涂，还会撒盐做一些短毛的纹理，还有用笔刷画出一些长毛的材质。第2层到第4层主要是肩胛骨到手臂肌群的部分，起伏会比较多，所以我想慢慢加色，不求一步到位。脸则是留到最后单独画，大概局部也会有2到3层左右。好，那我们就真的正式开始咯。在画纸还没有铺上水之前，先把需要的颜色混色，才不会有纸干掉的压力。用土黄、茜草深红作为基底，在此基底之上呢，加隔黄，会得到偏黄的颜色，加群青还有紫，这个紫色会是比较偏蓝的紫色，就会等于深棕色。如果再加更多的群青还有紫，会是偏向灰的颜色。我们从灰蓝色、灰紫色开始上。衔接深棕色，把耳朵的绒毛也画下。干了之后，画身体，调出比较浓厚，也就是水少一点的土黄色，大概定下颜色。等一下会再叠更多的细节，加灰色，这是加了群青和紫色调出来的，也可以直接用靛青来调色。把身体圆柱状的体积画出来，前脚旁边有比较长的毛，要画出毛的走向，因为这是很明显的结构。所以可以在纸还是湿的时候，连着周边的颜色一起先定下来这一种材质感。现在因为纸还是潮湿的，所以颜色会扩散，之后再一层一层细画就会更精致。加盐做出短毛的质感，盐要撒在靠背部的脖子、肩胛骨。下面的脖子呢，先用笔稍微加一丝一丝的毛，然后再撒一点点盐，让它有双重的材质感。为什么只在这些地方加盐呢？主要是这个角度，还有它毛的走向，会在脖子上看到比较明显的材质感，所以撒盐也要撒在适合的位置上。
接下来土黄色加玫瑰茜草色调为基底，加紫的话会降低明度，调这个颜色来画脖子上的阴影。再加群青，强化脖子上更阴暗、光线更难达到的闭塞处。画被遮住的前角，这只脚离我们比较远，所以我想要尽量1-2层就把它画完，不想要过多的刻画，让主要和次要的视觉重点在比较简单的状况下就可以区别出来。先画一层土黄色加紫色，在纸还湿润的状况下，如果还要再上颜料，需要浓稠一点，也就是水少一点，才不会因为太多水而造成水渍或者颜料晕开，看不清楚结构。腿也是一个柱状的结构，越远离光线就可以加越多的群青。最后再撒一点盐，等等铺一些阴影就好，不用太精细。纸干掉之后，我们调水，紫色加群青，把阴影再压深一点。现在来准备画靠我们比较近的这一只前腿，但是在这之前，我们要先调整一下肩胛骨的部位。先刷一层水，我们一整个从肩胛骨到脚的肌肉群都要画，所以一整只脚都涂水。会用到土黄加玫瑰茜草红，虽然不会马上画到腿部，但这样涂水边缘才会晕开，不会有硬边。如果是深沉一点的颜色，同样加上群青和紫色，画出肌肉的起伏。把比较深的颜色勾勒出来，再用清水染开，比较加深、比较精致化这一个部位，然后再连着一起画下来，作为腿的第一层，肩胛骨肌群的第二层。我们每一层一定要在上一层都干掉的状况下画，我们是要加强上一层的颜色，而不是要颜料互相混色。刷水的时候，笔刷也尽量不要来回刷，以防破坏了上一层的颜料。腹部也可以加深，肩胛骨的区域还会再上第3层颜色，同样要在纸干掉的状况下画哦。当我们还在初级阶段时，先把整体明暗顾好，肌肉的起伏细节我们先不管，先专注学一件事。终于要来画腿了，这是腿部的第1层，先铺水，这样子才有毛的柔边效果。用比较浓厚鲜艳的颜料画，因为我们需要区分出前后感。美洲狮的腿部越靠近脚，毛会越灰暗一点。以颜料比例来说，越往下慢慢加越多紫，更下面就再加一些群青。这里也可以加盐。水干之后，画脚趾，土黄加些许的蓝和紫色。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比较硬的边缘，所以我们干掉画。而柔的边缘，趁等等还没有干的时候，用干净的笔染开就好。这一步先这样子就好。我们来画头部，先涂水，隔黄加玫瑰茜草红，因为头是重点，所以把颜色调得鲜艳一点。
深色的转折一样加上紫或群青。撒盐，并且把头部的转折颜色先调好。刚刚留下的隔层和玫瑰茜草红，加多一点群青和紫，从鼻子的灰度开始画。隔层和玫瑰茜草红，这里边画都可以边留笔触。美洲狮脸部的下半部，也就是下巴左右的这一个部分是偏白色，所以我们洗笔，让颜料薄一点，慢慢渐淡下来。画鼻子，来调一个饱和度低的红色，有印度红和浅红的话可以直接用，或者也可以像影片这样调色，也就是玫瑰茜草红加群青，还有之前留下来的一些隔黄。靠我们远的鼻子部分淡一点，多蓝一点点。鼻子旁边灰黑的区域，一样用群青、紫加上隔黄和玫瑰茜草红。挤入手褶加群青，可以调出近似黑色的颜色。来画眼睛的部分，以头部来说呢，画了眼睛会让画面看起来比较完整，画起来可能比较有成就感，或者是完整性，或者也可以让大家在看示范的时候比较知道整体的状况。可是为什么要慢一点才画呢？还是因为水的关系。在画水彩的时候，所谓比较标准或者比较便利的方式是，先画浅色，再上深色，先浅后深。当然，这不是绝对。比如，如果用留白胶的话，那不一定是从浅色开始画，有可能是从比较深的颜色开始。回到这一幅画，以我们现在的状态来说，如果先画颜料浓厚的深色眼眶，再画旁边一层一层的浅色，会比较容易在眼眶留下一些水渍，或者是不小心抹开眼眶浓厚的颜料。在水彩中，相对主要的技法还是一层一层的上色，可以想它是一片一片的透明片叠在一起。眼珠是绿色的，用天蓝混隔黄。先画基底的颜色，再多一点蓝色，类似铬绿的颜色，画在上面阴影的地方。这个阴影是因为眼睛上方厚重强健的肌肉产生的投影。接下来都是细画脸上的颜色与纹路的变化。
再来画耳朵，虽然它的耳朵还是布满了毛，但有一些区域还是透出皮肤来，所以我们这里也可以把颜色调得红一些。靠后面的耳朵一样用手褶和群青调和，呈现灰黑色。用手褶加紫，把腹部画得更有体积感。越靠后加更多群青。细画长的毛，用手褶加一些群青。目前已经画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就轻松的画，主要是练习调色。不过我们还是再加一层上去来检查明暗效果。如果大家觉得这一支影片有帮助，有得到一些不同的看法，了解一些新的知识，请你订阅、按赞、分享给有兴趣的朋友们，让 YouTube 可以推广我们的影片，帮助绘画教育可以更普及、更平易近人。那么这一支影片的教学重点差不多就说到这里。下次会画金贝鸠，也是把它看成简单的着色画就可以了，重点是练习调色。